個系列咧就叫做群星會。咁顧名思義啦，呢個群星會嘅節目咧就係同大家去即係細數繁星啦，去回顧一下咧，即係香港呢個娛樂界啦，呢30-40年啦，一啲即係我自己覺得最有代表性最特別或者係佢有好有特色嘅一啲演藝人咁樣。咁頭幾集咧應該都會係講一啲真係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咯。咁譬如話我哋回顧翻香港演藝界呢30-40年啦，咁最有代表性嘅，真係個文化影響力最大嘅。咁譬如話呢20-30年嘅都係周星馳劉德華再數前啲咧就周潤發再數前啲出道嘅就係成龍再回顧翻可能去到70年代就一定係李小龍咁樣。咁以前嘅明星咧好得意嘅，即係佢哋嗰種文化嘅影響力咧係跨界嘅。我相信而家咧即係香港嘅演藝界咧去到即係萎縮得咁緊要啦稍有名望嘅基本上都北望神州啦咁但係以前原來一個香港嘅市場咧就可以即係叫做進出世界，淨係靠香港去拍港產片咧，竟然都可以有星馬泰、台灣埠，甚至去到外國。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香港嘅明星咧係可以去到荷里活發展，就係有一個世界市場，譬如話周潤發、成龍呢啲咁樣。咁但係即係回顧翻當年嘅盛世啦即係而家就有啲係即係幾惋惜啦。而家香港個娛樂界即係萎縮到係即係啲明星好似即係出咗嚟都冇人識咁，亦都唔會更加唔會有以前嗰種文化影響力。咁但係譬如話頭先數過嗰啲人物周星馳、劉德華、周潤發成龍李小龍呢啲咧，即係除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演藝人之外，佢其實某程度上咧，佢連佢個人本身嘅性格去 present 出嚟嘅形象都好似係代表咗一種好有代表性嘅人格或者甚至乎係某啲嘅代名詞。咁我哋之後嗰幾集咧，就呢幾位仁兄咧都一定會提到啦。咁今日第一集，咁我想講一個叫做比較即係先講一個爭議性人物，即係爭議性少啲嘅人物啦。我相信呢個人咧講出嚟咧都唔會有人唔中意佢嘅。頭先數過幾位巨星咧，去到近年咧，即係就算以前形象好好嘅，譬如話劉德華近年啲人都即係開始有啲對佢有啲其他嘅意見。咁但係以下呢一位咧，就係佢出道即係30幾40年咧，基本上係一致讚好，對無論佢嘅人品演藝或者係嗰個成就都係正面推崇。咁呢一位就係周潤發。咁周潤發咧係可以話係香港演藝界其中一個好奇蹟嘅人物啦。因為佢係真正咧係由呢個電視訓練班出身，由後面嘅臨記去到即係甚至乎後面嗰啲茄喱啡去到做到去有對白嘅一啲特約角色，去到做主角，去到變巨星，去到由香港嘅巨星成為國際嘅巨星，由中學程度即係即係中學程度可以去到荷里活講英文拍戲，咁係好傳奇嘅。即係周潤發嗰個發跡咧，我覺得就係同香港嗰個電視界嗰個嗰個發展電影界嗰個發展同成個城市嘅發展咧係息息相關。就係不斷咁樣行業發展嘅時候，就需要有巨星，然後當個行業去到一個頂峰嘅時候，就會可以有一啲進出世界嘅一啲產品，包括電影，包括人物。咁周潤發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如果數周潤發咧，咁一定要數佢譬如話佢不同嘅階段啦。咁我因為節目時間有限啦，我就好難將40年咁樣全部細數啦。咁我會分幾個階段。而家咧首先講咧第一個階段咧，就應該係講佢喺電視台嘅時間嘅階段。咁周潤發咧就係咧佢係1973年加入呢一個無線電視咧嘅訓練班。咁
咁所以咧，其實佢一路咧73去到78年咧呢段時間咧，其實佢一直都係喺無線電視嗰度咧就係工作嘅。咁點解會講將73去到78年咧？咁其實應該咁講就係話喺78年之前咧，其實周潤發咧一直都係喺電視台度咧做一啲好唔起眼嘅角色啊。由初期訓練班嘅時候做衙差啊，做後面嗰啲臨記啊，純粹做反應啊。咁民間傳奇都講過好多啦，咁樣咁去到後嚟就即係一路去喺啲劇集嗰度就做一啲有對白嘅角色。咁好多即係其實所有演員，尤其是訓練班出身嗰啲，都會經過呢啲所謂嘅跑龍套嘅時間。咁嗰陣時俾佢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咯。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就有個説法就係話咧，因為周潤發生得好高，咁變咗咧佢嘅外形咧咁高大咧，其實就係都幾難揾角色俾佢做，因為佢有陣時高得滯咧，就可能會俾即係搶咗鏡，比起呢個男主角啊，或者係一啲主要嘅角色咧，佢可能會搶咗風頭。咁同埋佢其實70幾年嘅時候咧，喺佢變成巨星之前咧，其實周潤發個造型咧係好薯嘅。咁同埋嗰陣時始終咧嗰啲咁樣一句半句嘅角色咧，就唔能夠表現到咧周潤發咧嗰種即係演繹角色嗰種闊度。咁所以變咗咧，佢都熬咗好耐，即係所謂熬老襯熬咗好耐。咁一路熬到去78年咧，咁中間當然亦都拍過好多，即係我自己好深印象嘅，譬如話近年都出翻嘅《環海奇情》啊，我好記得《環海奇情》佢有一個故事叫做《死之境界》，就係講佢去一個村莊嗰度唔知送嘢定點樣，跟住就原來嗰個村莊係最後發現係鼠疫死晒。咁有啲好驚嚇嘅橋段啊，嗰個冇面嘅新娘啊咁樣，咁啊好有新即係70年代無線電視能夠拍到《環海奇情》都係幾得意嘅，即係可能呢個參考咗外國嗰啲 Amazing Stories 啊嗰啲咁樣。咁有機會咧，我希望喺講劇集嘅節目嗰度咧，都講下呢一個《環海奇情》同埋後嚟嘅《夜驚魂》。咁周潤發咧去到78年咧，點解 set 條界先係78年咧？就係因為去到78年咧，就開始佢喺一啲長劇嗰陣時咧，就流行一啲幾十集嘅長劇。呢個應該係家變之後開始。咁譬如話佢78年就即係參與咗呢個大亨啊、強人啊、奮鬥啊，即係呢啲即係都係一啲比較長啲嘅劇。強人就都過百集係啦。咁所以咧都係叫做開始喺一啲重頭嘅製作嗰度咧，就開始嶄露頭角。咁真正去到突破性嘅發展咧，就應該要去到79年嘅網中人。網中人當然最出名嘅，除咗係周潤發同埋即係嘟嘟之外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廖偉雄飾演嘅阿燦啦，咁相當之深入民心，即係同埋呢啲咁樣嘅通俗劇，亦都成為咗 TVB 長劇嘅一個主流咯。咁79年嘅網中人咧，就成為咗周潤發一個好突破性嘅一個傳機啦。咁喺呢個之後咧，就開始真係去到一線啦，可以俾佢。咁當然啦，即係最重要，即係如果以周潤發電視圈演藝界嘅生涯，最重要當然對佢嚟講就一定係上海灘啦。80年嘅上海灘就真真正正奠定咗周潤發嗰個電視台巨星嘅地位。而有個好特別嘅就係、其實咧上海灘咧係得25集嘅啫，係一個中篇劇嚟嘅。當陣時應該喺搞呢個劇嘅時候咧，都唔係真係會諗到咁紅，同埋係嗰個文化影響力去到咁深遠。咁上海灘啦，呢個劇啦就係焦振強監製㗎啦。咁就係喺個情節上面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參與咗，即係參考咗呢一個法國電影啦，《江湖龍虎鬥》啦，就係呢個阿倫迪龍同埋尚保羅貝蒙多合演嘅一個叫做江湖電影啦。咁將嗰個雙雄嘅套路就擺咗喺上海嗰度，就係許文強就係一個坐過監嘅知識青年啦。咁後嚟即係將佢嘅才華咧、知識就放咗喺幫會嗰個打滾嗰度。咁另外仲有就係佢有個好兄弟丁力，就係呂良偉飾演嘅。呂良偉當年咧又係一個新人，
即係又係喺啲二三線度掙扎求存。咁去到丁力咧，又係即係奠定咗佢一線嘅地位啦，呢兩位。咁同一年80年，除咗上海灘之外咧，阿發哥咧亦都做咗親情，咁啊好緊要啦。兩個劇都係電視嘅經典。咁80年之後咧，就已經基本上奠定咗周潤發咧嗰個巨星嘅地位。再之後就係千王群英會啊、火鳳凰啊、蘇乞兒啊、播音人啊嗰啲，即係其實發哥嗰個電視台一哥嘅地位已經奠定咗。咁電視台嗰個發展咧，就基本上去到呢度。再之後咧，基本上佢其實都係已經係電視電影兩邊走。咁但係講到電影咧，咁好慘嘅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喺呢個86年英雄本色之前咧，周潤發雖然拍過好多電影啦，即係同好多電視藝員一樣啦嚇。當你電視得，你就會去電影度揾真銀避，即係當唔係避撈嘅，即係公司首肯啦。咁但係就即係出去叫做揾真銀啦，因為始終電視台嗰個人工都係比較低。咁但係電影片酬咧就會即係比較好揾。咁你勤力嘅話，一年拍翻即係7、8部，其實都幾好揾，生活都可以改善。咁但係好遺憾地咧，就係其實喺呢個英雄本色之前咧，周潤發咧係被稱為票房毒藥嚟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拍過都唔少戲啦，即係86年之前。但係咧，真係好遺憾地，真係冇乜邊套得。即係譬如話數下，即係譬如話佢81年咁樣，譬如話拍《胡越的故事》許鞍華咁樣，都係叫好不叫座，因為呢啲類型嘅戲都係即係唔係好收得。咁譬如話再之前嗰啲，譬如話扮嘢啊、斯巴啊嗰啲。再之前嗰啲歐女啊嗰啲，即係都真係好 B 級片啊嗰啲咁樣，即係有啲感覺係即係你揾個電視藝員做男主角嘅戲，其實都唔係真係好首先嗰啲一定係獨立公司嘅戲啦。咁但係你譬如話7幾8幾嗰陣時咧，都仲係邵氏啊嗰啲時，即係嗰啲大公司去多文尼個市場嘅。咁以前電視同埋電影咧嗰個分野幾大嘅。電視嘅演員咧去到電影咧，往往都即係唔好話水土不服啊，但係即係其實觀眾咧心水好清嘅，佢會分得清楚邊啲係電視明星、電影明星嚇。電視明星喺電視唔使俾錢睇到，電影咧電影明星就要俾錢先睇到。狄龍、姜大衛啊，或者係洪金寶啊嗰啲咁樣，咁其實大家都有個分野。咁變咗咧，其實咧，阿發哥咧喺英雄本色之前咧，係未所謂奠定到佢嗰個真係電影界嗰個地位，一直都係掙扎求存。咁譬如話去到所以變咗佢拍嘅類型都好多啦，譬如話頭先講過《胡越的故事》啊咁樣，又83年又拍過《花城》啊，即係呢一類型嘅文藝片，《傾城之戀》啊，84年喺邵氏拍嘅《傾城之戀》啊，許鞍華導演嘅就好唔成功啦，因為將嗰個小説裡面嗰啲對白就基本上用廣東話照揼，咁基本上就好唔成功，好喜劇嗰個喜劇感好重，出到嚟之後，跟住仲有就係有啲就可能係女人心啊，等待黎明何必有我啊咁樣。你見到咧，佢其實咧，阿周潤發拍嗰個類型咧都幾闊，喜劇又有，文藝片又有，但係咧有一種戲咧係佢之後食糊嘅，而佢一直都拍唔到嘅就係英雄片。咁當然啦，喺英雄本色之前咧，其實冇英雄片呢個類型嘅，就係即係都最多咪分動作啊、警察啊、警匪啊咁樣。咁但係真真正正咧去到英雄本色咧，就好似當年咧。7幾年嘅教父咧，就係咧將一個幫會類型咧，就提升到一個即係叫做獨立嘅類型，一個食糊嘅類型。咁即係當然啦，即係之前一路都俾人話票房毒藥啊，佢啲戲即係好似感覺上揾周潤發擔正都唔係真係好叫座。咁一路捱到去英雄本色咁樣咯。咁英雄本色其實有好多古仔可以講嘅。咁但係或者等個別嘅即係講英雄本色呢部戲嘅節目嘅時候咧，我先至再慢慢細數。即係譬如話周潤發當年能夠演到 Mark 哥呢個角色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偶然嘅一個機會。而本身周潤發飾演嘅 Mark 哥係冇咁多戲，
係不斷咁加戲。不過呢啲詳細咧，到我講《英雄本色》呢部戲嘅時候再慢慢講。咁《英雄本色》嘅成功咧就係、應該喺86年咧，我諗新藝城啊，包括電影工作室啊、徐克啊、吳宇森啊，佢哋都冇諗過呢部戲會咁誇張。當陣時咧開出嚟呢個陣容咧，周潤發、狄龍、張國榮。咁其實三個之中咧，其實係張國榮最紅嘅。狄龍咧就嗰陣時喺邵氏出嚟咧，事業開始走下坡。周潤發甚至乎都唔係唔係男主角添啊，喺個 line up 度，其實佢應該係第三男主角，甚至乎係二線配角。咁但係因為佢嘅演出，就令到呢個戲加分不少。咁當然啦，裡面可能係有好多佢自己嘅真感情啊，喺呢一行嗰個感受啊，就變咗係佢好深感受嘅時候，佢演出就會比較投入啦。咁變咗咧，86年之後咧，喂，周潤發嘣一聲一步之後咧，就由毒藥法變咗神仙法，咁啊開始咗咧第二個階段，就係咧我自己數下86年至到去95年呢一段時間就係周潤發喺香港嘅巨星階段。咁但係咧，不如咁，我哋咧呢一節咧，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咧下一節就再同大家講下周潤發喺呢一個巨星階段嘅時候，86年至95年呢大約呢9年10年嘅時間，究竟佢有啲咩傑作？